今天终于上我奶奶去了。我奶过年的时候半夜老饿，给那假牙骨头坏了，那新牙可能是拿肘子骨头定做的，等了1个多月。从大年初一到昨天晚上，我奶一直在家吃面条喝泡面粥。今天这牙刚进屋，我爷就赶紧给我打个电话，说赶紧来吧，你奶这2天批评我都没有上个月有劲儿了。那没劲儿，1个多月没吃肉，肯定没劲儿啊！我给酱大骨棒，还给做了一盘糖醋排骨。等我怕的这一下吃肉吃猛了，我就给配个素菜，就做了一盘腰花。我奶呀，这1个多月1口肘子没吃着，今天给他来一碗肘子烩饭，再来一锅肘子包子。但好巧不巧的，我包的时候正是下午3点多，我他妈手欠，我看了一眼我的股票，我看完就麻了，当时手都颤抖了，给我嘚瑟的包褶都掐不上了。给我奶炖的花椒鸡汤，本来寻给他补一补，但现在来看，我应该是比他更需要补了。完炒几个青菜，寻多放点肉，能不能给那绿挡上？然后这都要走了，我弟非给手机摁开。哎，我现在满脑里想都是我爱吃鸡排，你爱吃鸡排吗？给我整贼次呢，到底咱俩鸡排吃完再出门。来吧，全家了，花鸡好切，煎肠、肘饭、糖排、火腰。酱骨、肘包、炸小、涮肉。完今天还给我奶准备点小节目，虽然没有随礼的，但仪式感得有。但我奶说行了，可别敲了，再这么敲，全楼老太太都知道我1个月没吃肉了，这事传出去没啥面子。来，你喝过可乐吗？从来没喝。你尝尝呢？辣，不快乐吗？我这说快乐，你不要真快乐，你就说快乐。完就我头2天做个小手术，大伙儿都挺兴奋，就一起来看看他。我给炖个大肘子，我先让他补一补。但他说现在忌口呢，吃不了油的和辣的。然后我又做个辣炒海螺丝和辣卤牛肉。完他拿这小鸡儿来，说想喝点鸡汤。我说这玩意儿哪有那酸的汤好喝呀？是不是？上面再飘点白肉，底下点个酒精炉，完吃点酸的，再来一碗汤泡饭，这多香啊！这不比喝鸡汤补啊？完我这些舅一进屋就干麻将去了，这麻将背靠窗输精光呀！全哈尔滨没有几个这么赖的呀！完等我出来的时候，发现我龙虾少俩腿，记住这张脸啊！他说他啥也不知道。完就一看这么热闹，兴情了，给天台的窗户掏开了，让我们出去烧烤去。他最愿意吃烤鳗鱼了，今天给他买条活的，但他现在忌口啊，我们吃倒挺高兴。完就说早知道你们来这么热闹，我早把这破玩意儿嘎了。说看看明年能不能想着再长出一个来。完早点定日子，大伙再好好聚一次。来吧，香香了，脆肠、海丝、辣鸡、碧虾、蒜骨、烤蚝、酸花、烤麻、椒米、辣牛、汤肘，这一大桌子得配点好酒啊！1、2、3，干！这海螺丝扒着太费劲了，你得会吃。有那种愿意扒完咱一起吃的，你趁着不注意就给炫了。反正最多就挨顿打，但吃的确实过瘾。完这些人能在一起凑合这么多年，那纯是因为有一个好习惯，就是聚会都不带女的。但话说回来，这桌少了谁都不能少了我姐。要说吃好吃的没喊她，那就敞开了喝吧。等第2天让她知道，这肯定是最后的晚餐了。今天是我们在这小院的最后一天了，假期要结束了，就想珍惜每分每秒。但是早上睁眼睛就下午3点半了，只能赶在太阳下山之前吃顿好点早餐了。看着炭和炉子就明白了，今天早餐肯定吃铜锅涮肉啊！冷天吃火锅太让人兴奋了，尤其是现在这天，小冷风往脸上一吹，小麻酱往肉上一蘸，哎呀我去，这画面有夕阳，有小院，有涮肉，这要再有条金色小狗在地下跑，那就是神仙日子。但我环顾四周，我们几个黑不溜秋的，谁都没法胜任这个角色。我先拉倒吧，凡人也挺好。我们来之前算了算，已经快1个月没吃串了。1个月呀，你不知道一个东北人是怎么挺过来的呀。完今天烤点羊肉串，烤点大腰子，出发之前检查好几遍，忘带泳裤都不带忘带这点腰子。孜然的香味一出来，我当时就开悟了，这人活着呀，我就是为了这口串啊。煮了一锅疙瘩汤，就是疙瘩有点抓多了，打了2个温泉未遂蛋。事实证明24小时也不熟，等我再有假了，我上这连住1周，我认可泡芙呢了，我就看看这蛋多长时间能熟。完热乎喝点疙瘩汤，我弟又上池里泡去了。你说这小子多没正事，开300多公里来干啥来了？早晨本来就没起来，温泉泡2下就得了呗，不赶紧找准自己的东南西北，再摸上99、80一圈。完我们打到2点多出门放烟花去了。我看天上都是星星，我就让他们赶紧抬头看。我弟给我个大波溜子，非说啥也没有。我寻完了，我哥俩这麻将打的指定有一个是白内障了。我们出来泡温泉来了，现在都0上了，最适合泡雪地温泉了。一共3天2宿11顿饭，反正吃喝拉撒都在这院里解决了，吃的准备的非常充分，家里厨房就剩点墙皮没打包了。反正我出来玩要吃的不可口，晚上睡觉之前我都得给自己磕仨。我感觉身上的每个器官都会谴责我，就是你他妈吃这破玩意儿，你带我出来干哈？
第一顿吃的部队火锅和红烧牛肉面，这一顿我在家已经期待很长时间了，因为我总能刷着在雪地里扎帐篷吃部队火锅的视频，就他们喝完汤哈着那口气儿啊，不知道在多少个夜里差点要了我的老命啊！那垫一口就准备下海了，把吃的也都搬进来了，仿造无边泳池，整个漂流桌，然后我们按照网上的办法焖了几个温泉蛋，48度的水焖了3个小时，一点变化没有啊，都他妈不敢和好被窝守得快。然后中午本来还准备了烤肉，但是泡上了都不愿意动弹了。吃完火锅，舒舒服服的泡点茶。这壶茶水绝对是东北洗浴里的灵魂。反不信你就看吧，在东北卖的这些茶叶里，得有一大半最终是在澡堂里没的。晚上我睡觉，我就听外面嘎吱嘎吱的，我以为闹耗子了，结果是这几个爹开小灶呢。干肠炒饭和可乐姜汤。人生建议啊，要还想说话就别放这么些姜。完吃开胃了，我们就把烤肉支上了，一边泡澡一边吃肉，还有一锅咸汤。这要有个搓澡的，那绝对洗浴天花板了。完吃饱了，我说赶紧干正事儿吧，没有麻将的旅行那就是不完整的。但我这一宿我都服了，有人梦里相爱，有人夜里看海，还有20来岁小伙熬夜在那抓对。我这一晚上就上听了一把，我对面那活爹把暗杠周开了。我看这仨人呢，明天不是想吃饭呢，是想吃我的席呀。我奶头2天想尝尝炒酸奶，但这天也没卖的呀，我干脆整个机器回来。这是我们同学之前开店剩的，他干可赶上好时候了，那2年他一共才赔了4万多。完我跟他学了一下这个炒酸奶的技术，我发现啊，一杯完美的炒酸奶其实只需要3个步骤，就是扒拉、切块、展示收款码。但我奶使现金，所以把前2个步骤整明白就行了。不过这里边其实还有一个技术活，就是得把这个酸奶抹平，这他妈特别像那个袜子刮腻了。所以我今天准备了2副铲子啊，一副是在厨具店买的，还有一副是在五金店买的。刚出锅，我奶就颤颤巍巍的端着小盘来了，一边说冰牙，一边让多来点。但我做这玩意儿不赶我弟利索，他处女座，要看着哪儿不平，他浑身不得劲儿。这赶讲话了，这不正是一个好袜子的基本素质吗？你看他整多板正，我一看这个行啊，我说以后这样，我和料你抹平，咱们是一套帮子2副牌子，白天出大缸，晚上炒酸奶。哎，谁的园子也别想掏了我俩的兜。先炒了一锅料的，我看这卖相开店有望啊，就准备再炒一锅草莓的。分工很明确，我调味，我弟炒制。可这锅有点太厚了，然后为了欢迎这双 AJ， 我们又加了一层草莓。这回实在是太厚了，这个酸奶机已经冻不上它了。完没招了，就给它扣了个保温盖。这他妈属于是把酸奶机使成冰箱了。但是切的这个过程特别爽，因为草莓多呀，基本上每一块的横切面都有一个大草莓，然后尝的时候更爽。这在外面吃也不敢想啊，这一筐都是我的呀。这盒我要摆摊儿，想斗胆卖10块钱。完今天还炒点可乐冰沙，打算要摆摊的时候也一起卖，口号都想好了，可乐冰沙，可乐冰沙，1块钱1碗，5块钱仨。